马太福音的话呢，大概是在公元65到85年左右写的。那我们在判断新约的这个写作时期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主后70年。所以主后70年的话，如果圣经里面它有讲到或者是暗示到圣殿被毁，那么我们大概就推测说，可能它是70年以后写成的。如果他没有提到这些呢，或者是甚至他写的时候，他们还在圣殿里面敬拜，那么很可能就是在主后70年以前。那么对于马太福音的话呢，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在70年以前，有的是认为在70年以后。那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70年左右啊，就是说可能在70年之前靠近70年的时候那因为马太福音里面是有提到这个圣殿被毁那它的地方呢，可能是在凯撒利亚或者叙利亚安提亚。那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有人认为说马太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嘛，有人认为说他可能先写的亚兰文的或者希伯来文版本的这个马太福音，后来把它翻译为希腊文这个有人称为它这个叫原始马太福音，但是这个在学术上就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考证。那所以我们更强调更相信的是它是直接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它的希腊文的风格不像是翻译的版本，而且他们当时希腊文作为通用语言，他们用希腊文写作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来源很可能是就是他参考了马可所以马可应该是第一本福音书，它有很多内容参考了马可。那么跟路加的关系呢就不清楚了就是说他俩到底谁参考谁，这个不清楚那我个人的看法，路加可能更多是参考马太而不是马太参考路加那他们也有可能有共同的参考的资源，但是他们都参考马可，这一点肯定是确定的。那他的背景呢，就是他写作是写给谁的？他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和犹太的非基督徒，就是犹太教的人。他希望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它里面很多的内容他不用翻译的。你看路加就会翻译，路加他是要写给外邦人，所以他讲了，他说这个什么他讲了一个这个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概念，然后他就会说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什么他会特别把这个翻出来，就意思他的读者当中他想象当中的读者，他知道他写给谁的，他可能知道他的读者不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要把它翻译出来。而马太就不用翻，因为马太想的读者就是犹太人他们都比较熟悉的。那么马太福音呢，基本上它的这个结构是跟马可福音一致的那我们简单来看，就是说1到2章主要是讲弥赛亚他的一个出生的婴儿期，3到4章讲到为他的事工做准备，4到15章讲到加利利的服事，15到18是加利利之外，19到20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21到28是耶稣最后一周。那你如果把马太、马可和路加的这个结构拿出来看，你发现也不一样，他们的结构表达了它背后的神学。比如说马太福音里面19到20章描述了耶稣从加利利离开去到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就是到耶路撒冷就最后一周嘛，是吧？他用了1章的，你看19到202章，将近2章的这个篇幅来描述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那么马可呢，大概是马可总共16章，他用了1章来描述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马太是28章用了2章，马可是16章用了1章，所以你看这个比例你到路加，你发现路加用了多少章？你猜一猜？你猜猜路加用了多少章来描述耶稣前往耶路撒冷？是的，路加是9到19章，将近10章的内容都在讲这一段那路加总共24章嘛，是不是路加？然后他用了将近一半的内容来讲这段旅程，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那跟他的神学有关系，后面我们讲路加福音会提到所以你透过它的结构，你都能知道他这样安排的目的，他背后要表达什么神学。那马太是很明显的一个5大讲论的结构，那就是它是有5个循环
1到2章呢，它就好像是5卷书一样的，它都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然后呢以一个叙述中间讲述，然后以一个讲论结束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结构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对，摩西五经是吧？所以你看，他很明显呢在模仿摩西五经，在写他的马太福音，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正典没有成书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写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写圣经。所以当他在编排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么他是按照摩西五经的这个结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方式来安排他的书卷，就是要让读者能够来感受到一个什么，就好像他在写新的这个摩西五经一样。就是摩西五经是律法嘛，对吧？那么现在耶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那么他好像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他好像就是用这个马太福音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去对这个犹太人说，现在是新的时代来临了那耶稣呢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旧约的律法，所以他用这种大的结构就来表明说，好像他就像新的这个摩西五经一样。具有这种所谓律法上的这种正当性那你看它的结构就能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不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几段内容因为马太福音的内容很多，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挑一些这个经文来讲那我挑一些经文来讲，然后你们。到时候写作业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就不要挑我讲过的写，好吧？你们就挑我没讲过的写那我们来先看一看这个一段经文那么我们来看耶稣受试探的这段经文。那马太的编排很有意思，他第1章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从家谱开始，对不对？他就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14代，对不对？讲到他是大卫的子孙，这明显是对犹太人说的，就让犹太人知道说耶稣他的一个独特性，对吧？他是从旧约这样神的应许这个大卫的子孙一代一代下来到了耶稣这里那他就是讲白了就是他让读者知道耶稣就是那弥赛亚所以他你就可想而知马太。它有很多的内容是跟旧约直接相关的，是吧？那它就是针对这个犹太人说的嘛。所以当我们在看马太记录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也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跟旧约有什么关系那他受试探这件事情要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能够明白关于他们的历史，关于他们的祖先，关于他们的犹太的这个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很关键，就是说，不然的话，你读耶稣受试探，你就会想到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对吧？一个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吧？我们就对食物表明这个物质的这个试探，是吧？然后呢一切的荣华富贵都给你让你拜我一下，这个在权力上的或者是骄傲或怎么样是让试探神从房顶跳下去。那我们更多就会把它解读为一个道德性的，就是说那我们要信靠神，我们不要被这个食物，不要被物质，不要被金钱，不要被权力，不要被骄傲这些所诱惑，是吧？那当然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种解读也 OK 了。可是那马太的读者，当他看到这个这犹太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解读？他们会怎么联想？跟旧约有什么关系？跟他们的祖先，跟他们的历史，跟旧约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为你那样解读的话我们不要这个被钱诱惑对吧？不要被这个世俗权力诱惑，那这个跟他们的历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抽离了整个大的背景来看这个经文。我在这里举的例子都是给大家做一个范例，就是说你在解读任何一段福音书里面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而不只是很快的抽出一个道德的这个应用告诉大家这个不要骄傲怎么样，是吧？而是你要想这个文本本身跟他们当事人有什么联系，好吧？
好，所以我们来所以你看我给大家好像也有一本参考资料，就是那个新约引用旧约吧，看看有没有哈啊，那本书也很不错哈，它里面有特别讲到新约是怎么样引用旧约的啊，那这样的话就让你更多把旧约里面的这个内容，就是说跟新约就是联系到一块儿啊，不然的话，因为你看，因为比如说耶稣受试探这段经文就很典型，因为当魔鬼3次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3次回答魔鬼都是引用的经文，对吧？啊，那如果你看那个经文的话，你好像觉得耶稣就是随便抽的一段经文，但是当你你感觉好像新约作者是不是随便引用旧约？其实不是的。那如果你这个好好的去分析这些经文在旧约当中的关系，你就能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啊。所以新约引用旧约那本书是很好的啊。如果你们这个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哈，我应该也发给大家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这段经文的解读。我们首先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哈，就是说，首先就是从这个基督论的解读，我们会给大家来看从旧约里面对上帝之子的定义是什么啊？那它跟就是耶稣的试探跟神这个儿子的这个关系是什么？还有就是提到这个受苦哈，它的这个必要性是什么？那为什么要受苦？第三个就是看到这一段受试探的这个经文，它跟这个以色列的40年的旷野，还有当时的圣殿，还有整个神的国的关系是什么啊？这是一个从基督论的角度来会解读。还有呢，就是我们会从这个教会论的角度来解读，因为它里面提到了耶稣有40昼夜，对吧？那这个40昼夜会让你想到什么啊？那么然后它对于旧约的预表又是什么啊？然后那第三个呢，我们会也提到说耶稣的这个受试探，它有个更新的一个含义，就是它标志了新的以色列的一个重建哈。那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啊？这些我们都会来详细来讲。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基督论的解读啊。那所以对于这个神的儿子受试探这件事情啊，那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因为神不受试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当然没有这个，就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认识呢，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军事性的、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荣耀的哈，一个不会犯罪、不会失败的、不会受到试探的一个理解。可是当耶稣以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世界的时候，他自己要经历试探，这件事情其实表明就是说，我们对神儿子或者对弥赛亚的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啊。就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啊，他们是有偏差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受试探，也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受苦。所以你看，这就讲了第二个，他受苦的必要性。你看，在这个耶稣受试探这段经文里面，魔鬼他要让耶稣绕过十字架，绕过苦难，然后怎么样得到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对不对嘛？这世界一切的权柄都会给你，你只要不上十字架，拜我一家就好了。所以耶稣其实是要让魔鬼是让耶稣绕过苦难。你看这个后面彼得其实也同样的跟这个魔鬼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对不对？当耶稣他们登山变像以后，然后呢耶稣要就预言他要受难，然后彼得就说什么，哎呀，这个事千万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耶稣就斥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撒旦的这种诱惑啊，包括彼得就是说让耶稣不要去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包括耶稣都已经上了十字架了，这些人还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就能看到就是说这个不管是魔鬼也好，还是当时的犹太人也好，他们都会认为耶稣要得到这个国不应该受苦，不应该透过死的方式来得到啊，这也是福音的奥秘，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当然知道了，耶稣是用死来战胜死亡啊，用复活来表明他完全的胜过死。那在当时他们可不这样认为啊，尤其他们从旧约这个背景当中，他们不认为弥赛亚要受苦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到今天也是一样的，到今天如果你问犹太人
他们已经不相信有一个人是一个弥赛亚了，他们更多相信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以色列国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受难的受死的弥赛亚可是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他受苦的一个必要性。这个继续来看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旷野，在耶稣受试探的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他是在什么地方受试探。我们如果看经文，你看到是魔鬼圣灵引导耶稣进入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所以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是旷野，而且呢又提到这个40天，所以这里你其实能够联想到什么？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很容易联想，就很容易就联想到那个这个旷野，对，出埃及嘛，他们在出埃及40年，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耶稣在旷野40天受试探，和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受试探好像有点联系那这个联系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从耶稣讲的那3句话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展现出来。如果你发现耶稣引用的3句话就是针对魔鬼的这3个试探你发现这3句话都出现在同一段地方，就是申命记6章到8章。我们看申命记8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里引导你这40年是苦练你试炼你知道你内心如何所以上帝试炼他们，让他们要知道他们内心如何，试炼他们40年。然后呢，这是耶稣引用的第一句然后他说让你饿但是呢就是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话。那第二个引用的地方呢是在申命记6章，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第三个呢就是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里，玛撒就他们不是求水吗？没有水喝了吗？是不是这个受试探。所以耶稣回应魔鬼的3句话是对应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试探上帝的3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东西吃了，是吧？所以就向上帝抱怨。那后来神不是给他们玛拿嘛，是吧？然后呢摩西就在这里说了，让你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第二个呢说你要这个敬畏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这里面指的是什么？指的以色列做了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就有提到，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们跟亚伦做这个牛犊，是吧？金牛犊，他们不去敬拜神，反倒敬拜偶像，对不对？所以这也是这个当时刚才我们看到在这段里面说你要敬畏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是不是要只侍奉他，不能侍奉这个别的神？这就是指出他们在旷野里面拜偶像、拜金牛犊的一个失败。第三个事情就是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就是在这个求水这个地方试探神。所以这3件事情呢都这个让以色列人回想到他们在旷野干的这3件事情，就是说抵挡神的、试探神的3件事情。而这3件事情呢其实是对以色列人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你发现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提到这3件事情，对不对？他们当时就是说巴不得回到埃及的肉锅里面在这里要饿死然后他们因在玛撒试探这个耶和华神没有水喝，然后呢他们因着这个拜金牛犊所以你看这些呢都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失败。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我给大家看如果你看诗篇106篇，在诗篇106篇里面就同时提出了以色列人失败的3个标志，就是这3件事情诗篇106篇14节就是说就他们这个里面就提到说他们在埃及的旷野，然后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在旷野起了欲心试探神。这个就是什么欲心呢？就是他们要吃东西，他们这个所谓的食欲是不是就是要吃饭所以呢
试探神。第二个呢，提到19节提到他们就造了牛犊，对吧？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在米利巴，就是马萨这个地方啊，所以摩西都击打磐石。所以你看，就是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这件事情啊，对于他们这个民族，当他们一旦提到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这三件事。这三件事就是一个，当然以色列人在旷野干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这三件事是三个标志性事件，来表明说他们彻彻底底的在旷野里面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来去，就是说来表明他们对神的这个忠心，对不对？就他们在旷野的这个试探受的试探是完全的失败，而耶稣在这里所受到的这几个试探，和耶稣用的这3句话回应的魔鬼，那刚好就让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读到这段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想到这3件事情，因为这3节经文也是从这3个里面申命记里面引用出来的嘛，对不对？那所以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对吧？就是以色列他们在旷野40年，这3个标志性的事件都失败了，而耶稣呢，在旷野40天也是这3个标志性的事件，可是耶稣都得胜了，就是表明了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失败那现在呢，耶稣作为一个新以色列带领我们要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那他是完全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面都得胜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新以色列的一个重建那你看这个除了讲耶稣是新的以色列之外呢，你会发现在接下来他还会把外邦人这个就是纳入到耶稣的这个百姓当中，那后面就开始呼召12个门徒。其实你就能看到他为什么选12个门徒，对不对嘛？他为什么不选13个或11个？其实明显就是跟旧约的12个支派对应到一起的，是吧？所以耶稣在建立呼召12个使徒的时候，他明显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带领我们这个神的百姓是一个新的新人，对吧？新造的人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是不是那耶稣在旷野里面受的试探，就好像代表了当年以色列在旷野的失败。那现在耶稣作为一个第二个亚当，对吧？作为我们的这个长兄，对吧？作为我们的领袖，他呢代表我们在这3件事情上面都对神有忠心没有犯罪得罪神。而且你看这件事情呢，保罗后面也提到了，而且他也提到了怎么应用就是说这个这段经文那你这样看的话，你会看得更有意思。你发现保罗是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时候，他也讲了这3件事情，因为这3件事对以色列人说太熟悉了，就是他们以前祖先失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以保罗也提到了。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时候，他就讲了，你看我们不愿意不知道我们的祖宗是吧，从云下从海里经过，这大家都知道，过红海嘛，是吧？那他们呢怎么样？过了红海以后呢在这个旷野里面，你看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都吃了一样的零食，这个就指向他们什么？他们这个玛拿是不是提到他们没有饭吃他们向神抱怨没有饭吃，就是魔鬼试探耶稣同一个套路，对吧？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对吧？好，那么同时也讲到说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提到他们拜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就明显是回到当时摩西上山领十诫去了，亚伦就带着百姓，对吧？建了金牛犊，然后也提到说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个也想到了那个火蛇，对吧？他们在马撒试探神。所以你看到保罗也再一次的提到了3件事情，就是这3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那他的一个应用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这个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跌倒呢？因为你想，如果我们解经的时候，如果你想我们看耶稣受试探，觉得耶稣面对魔鬼的3次试探他得胜了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但是我们
我们没办法像耶稣一样，他是神嘛，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你面对试探你还会失败吗？你说哎呀，你不要贪恋偶像，你不要拜偶像，不要贪恋世界，不要讲这个没有用，对吧？那保罗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解决办法，而且他的解决办法呢，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因为如果你想了哥林多前书第10章这段，他接下来要讲什么？他要引出一个什么话题？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个月如果你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读的这段经文，你知道吗？就是他是要讲圣餐，他把以色列人的失败耶稣在旷野中的得胜和我们如何像耶稣一样能够得胜这个出路在哪里？他最后是引到圣餐那里这个很有意思。你看他后面就讲了，他怎么应用呢？他说他讲完这个，他接下来就说，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他在讲什么呢？这个杯和饼在讲什么？在讲圣餐呀，对不对？他在讲我们要圣餐，然后呢就讲到圣餐是为了什么？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吧？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保罗应用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像基督一样，面对这个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攻击的时候，不要像以色列在旷野40年那样失败，而是像耶稣一样在旷野得胜。怎么做呢？他给我们的应用是在圣餐。那怎么这跟圣餐有什么关系？跟纪念神有什么关系其实纪念神这件事情在申命记刚才我们不是读第6章还有第8章嘛？其实摩西在当时也提到这件事情，而且摩西就是在提这3个标志性事件失败之后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应用。摩西就在这个申命记这个8章结束的时候就讲完了这3件事，然后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因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他所立的纪念他的约，如果你们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去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你们就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所以摩西在当时也同样给了他们一条出路，就是说你看你们失败了是吧？你们这个在这3个方面都跌倒了，那该怎么办呢？他就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你不要忘记你的神。而保罗也同样的应用，他说刚刚提到保罗也是就是说在这里提到这3件事情他们这个在食物上的跌倒、拜偶像还有试探神，那怎么应用呢？他就说要纪念这个用饼和杯来纪念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了，为什么我们面对魔鬼的试探不管是摩西也好还是保罗也好，他最后都回到说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的神，纪念神的作为呢那什么叫纪念神的作为呢？保罗在这里先唤起以色列人的失败，然后呢应用了同样的，只不过摩西说你们要纪念的时候，这个纪念好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到了新约以后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怎么纪念主给我们这个纪念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透过圣餐，对吧？透过这个圣餐来纪念主所以有更形象的一个行动。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感觉好像不管是摩西还是保罗，他都把以色列的失败，还有把我们就在试探当中的失败归结于一件事情，就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说这个纪念和忘记这件到底是在讲什么什么叫忘记？是不是就是我这个记忆不好，所以我把这个事情给忘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纪念和忘记在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用一个例子就很清楚了，你就能理解了就好像这个你这个这个跟一个女孩子出去约会是吧？然后呢你去跟她去吃一个烛光晚餐然后呢你在跟她约会吃烛光晚餐的时候，你突然说哎呀我忘了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呢那这个不是忘记的问题，这个不是记忆力的问题你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是说哎呀我忘了我家里还有个老婆，这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一个在这个约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圣礼？
强调这个圣餐，就是不断的要提醒我们，我们是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如果忘记了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靠着自己是没办法来战胜这些试探的啊。所以最后归根结底，我们怎么战胜这些试探？讲白了就是还是要回到基督里面，回到基督的救恩当中，回到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当中，回到他的约里面，而不是说所以你看这里摩西也提到这个约嘛，是吧？而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靠自己力量是没办法去战胜的啊。所以圣餐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不要小看说圣餐就只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讲到纪念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你头脑当中的这种纪念，它是一种你身份的在基督里的身份的一种你重新的这种唤起就让你知道说我是基督的人，我在面对罪恶试探的时候，我要知道你不能说哎呀这个我跟其他女孩子约会，然后忘记老婆在家，你这不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如果真的很看重在基督里的这种关系，很看重这个盟约，就会保护你来去免受这样的一种试探和诱惑所以这个是保罗最后给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每一次领主餐的时候，可能也要回想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就是对于耶稣受试探的这段的解读，让大家看到说这段经文包括耶稣所引用的这3段的经文跟旧约的关系，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关系以及新约里面保罗的应用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面对魔鬼的试探，而是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要时常的纪念这个身份，记住这个身份，我们究竟是谁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好，那这一段我就先停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